从没见过这么牛逼的男人，独自在野外建造豪华木屋，内部设施不但一应俱全，还配备有独立桑拿房，甚至还开垦良田种植瓜果蔬菜，真正的把荒野生活过成了诗。阿祖刚大学毕业就来到荒野体验人生，然而俄乌战争的爆发让他再也回不去。原本只想着住几天，可一待就是好几年。刚搭建好的木屋虽然配置拉满，但感觉还是有些紧凑。于是他又在旁边重新规划了一片宅基地，打算建造一间适合长期居住的家。先用木桩标记好每一个地基的位置，而后便抡起铲子开始挖掘基坑。年轻力壮的阿祖仿佛人形挖掘机，10几个基坑仅用2个半钟就全部搞定。接着他在地基四周钉上木桩，拉好准绳，一套行云流水的操作下来。我怀疑这小子在大学修的就是土木工程，为了让地基更加的坚固，在浇筑时都要往里植入钢筋笼，而后再精准的测量，利用对角线的原理，在地基中央插上一根螺杆。闲暇之余，阿祖也会经常制作一些美食犒劳自己，毕竟在这荒郊野岭的，别的没有，野味绝对管够。在等待地基凝固期间，阿祖也没有闲着，他淘来一辆18手的拖拉机，往工地运送他趁我们不注意时偷偷收集好的建材。每一根原木都需要先来上一轮扒皮服务，好在有狗子帮到忙，使得这项工作事倍功半。阿祖只好拿来斗狗球转移他的注意力。包好皮的原木先来上一套喜闻乐见的碳化服，而后再将它们锯成一节节的木桩。为了让一房传3代，地基的防虫防腐措施就非常的重要。阿祖先往水泥柱上铺设一层防潮垫，之后再给木桩的切面刷上木胶油，完事后就可以拿来电钻将木桩的中心打通。安装上去后就绝对不会跑偏。照我说，还不如直接出去租个房子。想租品质高没有中介费的房子，推荐58同城和房东直接谈。严谨的阿祖对每一根材料的处理都非常的细心，在他高标准严要求以及超强的执行力下，每一根木材的拼接都达到了严丝合缝的效果。随着底座的完成，阿祖规划出了入户门的位置，而后用混凝土浇筑了2个门梁的地基。接着阿祖继续往工地运输大量的原木。从包皮的情况可以看出，这些松木还非常的湿润，每一吨原木都重达2000斤，单靠人力根本无法搬动。秉承着力量不够工具来凑的原则，阿祖特地制作了2个滑轨，而后利用钢丝仅线器一点点的把原木往上拉。接着他标记出原木的中心线，掏出油锯将其对半锯开，架设在底座的2侧，作为第一层的墙体。由此可见，阿祖要搭建的是传统的木刻棱房。这种搭建方式对技术的要求比较高，过程也相对繁琐，但经常看荒野建造的都知道，这种木屋无论是外观还是舒适度都是最好的。阿祖将原木架上之后，用圆规画出凹口的标记，接着就交给奔凿斧锯。为了使墙体之间不走漏半点风声，上面还要垫上一层苔藓。随着第一层墙体的安装到位，阿祖随即锯出入户门的凹口，先把门框给支棱上去，在往上搭建墙体时就能与墙体融为一体，顺势还把门廊的底座给搭建好。随着雨季即将到来，阿祖决定先给工地制作一个挡雨棚。只见他先在地基四周挖出基坑，而后插入松木支棱起来作为立柱。接着架上原木制作出屋脊，虽然只是个临时挡雨棚，但是在用料和做工方面，阿祖是一点也不含糊。铺设好防水布之后，就这效果，
足以碾压88%的建造博主。为了更好的储藏粮食，阿祖决定给新家建造一个地窖，于是便抡起铲子开始挖掘，很快就在沙地上刨出大坑，一边向下挖的同时，还要不断的往外搬运沙土。尽管这里的土质非常的松软，但没点腰力还真吃不消。随着越挖越深，底下开始渗出大量的积水，阿祖不得不提桶往外舀水。地窖最重要的就是要保持干燥，那么防水的措施必须做到位。只见阿祖先往底撒一层干燥的泥沙，目的是吸收掉多余的水分，接着拉来碎石先将底部给铺平，而后就可以用水泥砂浆进行第一次的整平。等待水泥干燥之后，阿祖又拿来喷枪加热，把防水材料给牢牢粘好。经过2年半的磨练，这小子的建造手法是越来越专业了。然而这还没完，只见阿祖继续拿来钢筋铺设在上面，接着再浇筑一层厚厚的混凝土。在浇筑四周的墙体之前，为了方便后续脱模，阿祖先给木板钉上一层塑料膜，接着用角码链接在一起。严谨的他还要对内角精准的测量，防止模具发生变形。考虑到在浇筑混凝土时会有巨大的压强，内部架上木板牢牢的支撑就很有必要。一切准备就绪之后，就可以沿着四周开始浇筑。为了防止开裂，内部还要嵌入铁丝网。等待数日之后，墙体顺利脱模。为了保证顶部足够的坚固，不仅要铺满手指般粗的螺纹钢，中间还架上一节铁轨。虽然看起来已经锈迹斑斑，但作为钢梁还是显得有些大材小用。完事后，阿祖继续拿来混凝土浇筑。在等待混凝土干燥的时间里，阿祖也没闲着，他利用搭建的一些边角料，手搓了一个淋浴房，以后就能实现淋浴自由了。就是上水的时候有些费劲，很快就到了拆模时间。外侧的模板拆除起来并没费太大的功夫，里面的就费劲很多。首先得用油锯锯出个入口，然后才能钻到地窖内进行拆除。而大块的模板想要搬运出去，还得先给它们大卸8块。为了使恒温地窖长期保持干燥，阿祖还给4面墙壁刷上石灰水。等待干燥之后，就会形成一层坚硬的水化盖石层，能够有效的防止雨水的渗透，并且还起到了很好的美白效果。接着阿祖拿来角钢开始组装置物架，为了防虫防腐，木板还要先经过一轮高温碳化。完事之后，就可以锯成适合的长度铺设上去。有了这个恒温地窖，阿祖种植的瓜果蔬菜以及制作的各种罐头也终于能好好的储藏。今天他外出弄了几只野兔，先挑选了几个美腿放入铁桶中熏制，作为他和狗子今天的口粮。其余的则剁成大大的小块，撒上各种灵魂配料腌制入味，然后分装到玻璃罐中密封好。接着拿来特制的高压锅，将罐头堆码整齐后，底部架上3味真火枪加热，炼制749分钟之后，阿祖秘制兔肉罐头就制作完成了。从这卖相看来，味道应该不咋地，但是为了防止狗子惦记，他还特地给地窖制作了一个厚实的盖板。随着地窖的完工，阿祖继续开始木屋的墙体搭建工作。他先往门框的2侧钉上一根方木，而后再对原木进行精准的测量，根据方木的大小凿出相应的凹槽，这样在搭建墙体时就能将门框牢牢卡住。而为了使墙体更加的牢靠，还要用圆规在上面刻画出标记线，不仅要在相交处凿出凹口，还要锯出凹槽，这样往上安装的原木才能不跑偏。由于原木的轮廓各不相同，所以每一根原木都需要进行精准的测量，之后再交由奔凿斧锯进行加工。过程虽然非常的繁琐，但阿祖有的是时间与耐心。而为了使墙体之间密不透风，他还需要经常走进丛林收集苔藓。不仅如此，每往上搭建一层原木，阿祖都要敲入销钉进行加固。转眼间秋风席卷，森林一夜之间就被染红，木屋的墙体也搭建到了半人高。于是阿祖把制作好的窗框一个个的安装到墙上。等做完这些，森林已经被皑皑白雪所覆盖，他依然每天坚持着木屋的搭建。
随着墙体达到预定的高度，为了方便屋顶的搭建，阿祖首先要将挡雨棚给拆掉，而框架钉上木板就能制作出脚手架。有了脚手架的辅助，后续的搭建就方便了许多。随着最后一层墙体安装到位，终于可以开始屋顶的搭建。只见阿祖精准测量之后，先给屋脊立柱加工出凹口，之后就可以利用葫芦吊给吊装上去。严谨的阿祖还要拿出水平仪进行校正，确保立柱保持垂直之后，再用钢筋固定。紧接着，阿祖利用线条确定好角度，再对原木进行精准的裁切。这样安装上去后，就能保证两边的坡度达到统一。而为了使屋顶框架更加的稳固，它还在中间增加了斜角支撑。完事之后，就可以将屋脊给架设上去。为了防止其走位，顶部还要再打入销钉固定。经过长达1年时间的建造，阿祖新家的基础框架总算搭建完成了。作为一套顶级豪宅，宽敞大气的门廊不可或缺。只见阿祖抡起铲子3下5除2，就在地上刨出了基坑，而后拿来事先制作好的模具摆在上面，就可以倒入混凝土进行浇筑。通过敲击模具产生震动，排出内部的空气，从而使得浇筑好的立柱不会出现空鼓。另外一侧的立柱也是如法炮制。在等待混凝土干燥的时间里，阿祖根据标记线在延伸的原木上分别砍出凹槽，方便后续安装门廊顶部的横梁。经过几天的等待，地基已经完全凝固。只见阿祖先精准测量，找到原木的中心点，然后拿来钻孔工具开始钻孔，再将可调节的地脚螺栓给安装上去，就得到了一根高度可调节的门廊立柱。不过在安装之前，还需要在上方砍出相应的凹槽，支棱上去之后，再通过螺母调节好高度，就能牢牢的卡住，不会跑偏。有了立柱做支撑，接下来就可以放心大胆的将横梁给吊装上去。为了确保万无一失，阿祖还要在上面钻孔，然后敲入木销加固。随着门廊框架的搭建完成，上面还要搭建最后一层的墙体，依然是熟悉的步骤，相同的配方。首先利用圆规画出标记线，然后就可以沿着标记线砍出凹槽。经过这几年的野外搭建，阿祖的双臂充满了力量，斧子被他舞得虎虎生威，很快就将粗壮的原木给加工完成。倒扣过来之后，剪枝完美契合。山里的天气诡谲多变，突然间就下起了瓢泼大雨。但是阿祖并没有打算停工休息，套上雨衣后继续完成了另外一侧墙体的搭建工作。大雨扫空了夏日的闷热，野生动物也变得活跃起来。只是阿祖并没有太多的闲情欣赏，他需要抓紧时间，在雨季到来之前将屋顶给密封完成。首先根据屋顶框架的位置，在原木上凿出相应的凹槽，完事后就可以借助葫芦吊，把加工好的领条给吊装到位。为了防止其滑落，下面先用木板牢牢抵住，上面再敲入木销固定好。现在木屋的框架终于搭建完成，阿祖决定整顿大餐好好犒劳自己，把牛肉放在案板上捶成肉饼，撒上灵魂调料腌制2分半钟，接着就可以起锅烧油，将牛扒放到平底锅上煎制。随着牛肉中自带的葡萄糖与氨基酸产生美拉德反应，最终呈现出褐色的焦化层。说人话就是煎至外焦里嫩，香气四溢，直接馋哭了旁边的二狗子。吃饱喝足后，阿祖继续屋顶的搭建。首先用墨斗在墙上弹出标记线，而后锯出相应的凹槽，这样密封屋顶的木板就可以直接卡进去。上面再用顶固直接固定在顶条上。由于木板的边缘并不平整，在安装时阿祖采用了交错叠加的方式，这样就能达到很好的密封效果。刚钉了几块木板，天空就下起了雨，阿祖不得不停下搭建工作，拿来挡雨布给罩上，然后躲在下面休息。随着乌云散去，阿祖继续着屋顶的密封工作。很快他就将一面屋顶给密封完成，另外一边也是同样的按部就班。居住在野外，难免会遭受蚊虫的叮咬。阿祖决定自制一些防蚊药，
只见他收集了一些桦树皮，将它们剪成小块，放到铁锅中，盖上盖子，用铁丝绑紧，边缘还要用粘土进行密封。接着再将铁锅倒扣在一个铝制容器上，然后就在上面点燃篝火。经过一晚上的高温炼制，铁锅内的桦树皮已经碳化，底部的容器则收集到了不少的桦树焦油。接着拿来野生蜜蜡和脂肪，加热溶解后，再与桦树焦油搅拌均匀。冷却后就可以倒入玻璃瓶储存起来，等待其凝固就得到了焦油软膏。不仅可以防止蚊虫的叮咬，还可以缓解一些常见的皮肤炎症。为了让木屋看起来更加的美观，在安装屋顶船子之前，阿祖首先根据模具在方木上画线，然后挥动斧子沿着标记线劈砍，将方木一段加工出美观的造型。在安装之前，还给木板刷上一层柴油防腐。为了能将船子给牢牢固定在屋顶上，还需要在原木墙上锯出相应的凹槽。这项工作虽然看起来简单，但每一个凹槽都需要精准测量，既不能太深，也不能太浅。在安装船子之前，还需要给屋顶先覆盖一层防水布，这样可以防止室内的水汽进入到保温层内。完事后就可以将船子给安装上去。阿祖先把两端的木板给固定好，然后就可以拿来绳子拉好准绳，后续的安装就可以以此为参照，免去了许多测量的步骤。顶部交汇处直接打入钢筋固定，然后再将多余部分给咔嚓掉即可。为了确保船子足够的牢固，间距内还要钉上方木，使所有的船子连接成一个整体。接着就可以拿来碳化好的木板钉在底部，制作出两侧的屋檐。由于乌克兰的冬天异常寒冷，保温措施也必须要做到位。这种保温材料的安装非常简单，只需裁切好就可以直接嵌入到船子之间。完事之后，再裹上一层防水布进行密封。为了防止被大风吹飞，还需要压上方木条进行固定，顺便构建出网格的框架。其余部分亦是如此这般自下而上搭建。完事之后，就可以拿来彩钢瓦给铺设上去。经过1年半的努力，阿祖的豪宅终于喜封金顶。接下来就是室内的装修工作。